中国美女留学生在美国离奇失踪。多日之后，警方在一个公寓附近的轿车后备箱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遗体。经过确认，正是这位失踪多日的女孩。随着警方调查的不断深入，一个最不可能，同时也是最有嫌疑的目标出现了。大家好，我是老袁。今天我们讲一起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华裔女留学生谋杀案。2014年9月18日，美国爱荷华州警察局接到了一起报警，几位中国留学生报告说，他们的室友一名叫做邵彤的中国女留学生已经将近10天未曾回到宿舍，他们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联系上这个女孩，甚至还尝试联系她在美国的朋友，也没能获取到关于她去向的线索。警方呢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他们之前经常接到类似的报警，但最终呢大多数都能确认是自己回国了。由于某一些原因，主动断绝了和美国这边朋友的联系。但是很快，警方就发现了情况不对，他们并没有查询到邵彤的飞机订票记录和通关记录，这就表明邵彤还留在美国。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室友们会联系不上他呢？在警方的仔细询问下，邵彤的室友们将多日来寻找他的经历全部供述而出。2014年9月5日，这天是周五晚上，邵彤收拾了行李和室友告别。她准备与男友出去约会。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大多数周末都是和男友一起度过的。那个时候，她的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室友们也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一直到周一早上，按照往常的习惯，在周日晚上或者是周一早上，邵彤就会回来上课，但这一次她并没有来。而室友这时也发现自己的手机上在当日凌晨1点30分左右收到了一封来自邵彤的短信。在短信中，邵彤表示自己打算先坐巴士前往明尼苏达州拜访一些朋友，在1个星期后便会回来。这封短信暂时打消了室友的疑虑。然而在接下来的1个礼拜里，室友再也没有联系上邵彤，而他始终也没有回来。等到1个礼拜过去了，眼见邵彤还是没有出现，室友们就着急了。他们聚在一起联系了邵彤几乎所有的朋友，但得到的反馈都是邵彤这几天并没有联系他们，甚至呢就连邵彤在短信中说的明尼苏达州的朋友也表示邵彤并没有找过他们。邵彤究竟去了哪里呢？警方一方面加大寻找力度，派发失踪人口的传单，一方面呢将目标放在了邵彤的男友李向南身上。而这一查，真就让警方查到了重大线索。1991年9月，李向南出生在浙江温州市，父亲呢是一名警察，母亲呢做一些小生意。2011年7月，还在上海剑桥学院读大2的李向南，看到不少同学都出国深造，考虑到自己的专业不是热门，他也萌生了留学海外的念头。这样不仅能混张洋文凭，而且呢还能见见世面。李向南家庭殷实，对于他的这个想法，父母呢是举双手赞成。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父亲帮他在北京的一所培训学校里面就报了名，参加了短期英语强化班。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还在读高中的邵彤。邵彤是辽宁省大连市人，1994年8月出生。父亲呢是一名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他从小就聪明伶俐、乖巧可爱，成绩优异，并且呢特别喜欢艺术，还会弹钢琴。高中时，他和一名关系要好的男同学相约一起参加了奥赛培训班，两个人计划通过比赛获取到保送大学的名额，共同度过美好的大学生涯。但是男同学成功了，他却名落孙山。邵彤的心情十分失落，整天里是闷闷不乐。这个时候，父母就建议他出国留学，然后呢，也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送他去了北京上了培训班。第一次看到邵彤时，李向南就对他一见钟情了。邵彤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李向南被她美丽的外表和出众的气质深深吸引。虽然当时李向南已经大2，邵彤还在高2，但这呢并不能妨碍李向南对邵彤是一见钟心，随即呢就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在李向南的不懈努力下，邵彤同意了与他在一起，并且约定一起考到美国，双宿双飞。此后呢，李向南一改原本是吊儿郎当的性格，然后呢开始拼命的读书，并且在当年获得了美国留学生的资格。不过邵彤因为还在读高2，所以呢要再等1年。在这1年里，李向南不断的鼓励着邵彤，耐心的为他讲解课程上所有的疑惑，最终成功帮助他考取了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有情人终于得以团聚。然而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李向南就读的是纽约的罗切斯特理工学院，
距离少彤考取的大学足足有1000英里的距离，开车呢需要17个小时。对于只有周末有空闲的大学生来说，见面实在是太不方便了。但是这并不能浇灭李向南对少彤的热情，他想办法转到了同在爱荷华州的另外一所大学。虽然中间也是消耗了不少的精力，但结果是美好的。他和少彤终于可以实时见面了。根据少彤室友的描述，李向南虽然身上有不少的小毛病，但是在喜欢少彤这件事上确实没得说。不提日常的嘘寒问暖，从他给少彤送的一堆贵重礼物，还有那辆价值不菲的宝马轿车就能看得出来。按理说，以两人这样的关系，少彤失踪了，他应该很着急才对。为什么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出现呢？警方找到了李向南所在的院校，这才发现李向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上课了，而他消失的时间刚好呢就是少彤失踪的前后。那么李向南去了哪里？他现在是否与少彤在一起？亦或者少彤的失踪就是他的所为呢？警方提取了李向南的互联网记录，发现在少彤失踪的前几天，李向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条动态，动态的内容只有一句充满戾气的话。很显然，那段时间李向南的心情不会太好。更惊人的是，少彤在9月8日凌晨发给室友的那条短信，也是从李向南的手机中发出的。这些线索都表明了李向南与少彤的失踪脱不开关系。随后，警方通过李向南的消费记录，查到了9月5号那天晚上，他与少彤曾经在当地的一家汽车旅馆里面办理过入住手续。根据旅馆老板的描述，两个人并非是第一次来这里欢度周末。在9月5号那天晚上，也是他亲自为这对情侣办理了入住。当时他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是9月7号那天上午，当他起床后却突然发现，原本两人停在外面的车子已经不见，房间里面也是空空如也。当时老板就猜测，这对情侣可能遇到了什么事儿，才会不告而别。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两人呢都是在第二天早上退房，而且每次呢都要服务员敲门提醒后，才会慢吞吞的下楼办理手续，从未像这次一样干脆利索。但令人恼火的是尽管这家旅店安装了摄像头，但刚好那段时间出了故障，警方呢也就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离开时的情景。并且过了这么久，这段时间旅馆呢也一直陆续有人住，想要从他们住的房间里面找到线索已经不太可能。不过警方也终于可以确认，李向南便是少彤失踪前接触的最后一人。他们兵分两路，分别对李向南和少彤的公寓进行了搜查，希望呢能从中获取到一些线索。在少彤的公寓里，警方发现了少彤失踪时乘坐的车辆信息以及车牌号。根据这一信息，9月28号，警方在爱荷华州郊外发现了这辆汽车，而巧合的是，这辆车所停放的位置就是在李向阳公寓附近。根据当地居民的描述，这辆车在这里已经停放了几个星期，最近一段时间总是会散发出一股恶臭味。恶臭味这个线索让警方心里一沉，他们就立刻申请了搜查令，对这辆车展开了搜查。在这辆车的后备箱中，警方发现了一个散发着恶臭味的行李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此外呢，还有一个哑铃和一条血迹斑斑的毛巾。法医的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正是失踪多日的少彤。尸检结果显示少彤生前先是遭受到了钝物击打，最终窒息而亡。另一边，负责调查李向阳的警员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调取了李向南的通话记录，发现从9月5日到8日，他与一位名字叫做保罗的人频繁通话。在传唤了保罗之后，警方得知李向南委托保罗为他购买了回国的单程机票，在9月8号那天就已经乘坐飞机回到了中国。毫无疑问，李向南便是杀害少彤的最大嫌疑人。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分别传唤了少彤和李向南的朋友之后，警方汇总出了事情的大概经过。李向南和少彤的感情并不像外界想象中的那般甜蜜，尤其是李向南转学到爱荷华州之后，两个人之间的裂痕更是越来越大。李向南有非常强烈的控制欲，他想要掌控少彤的所有。少彤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和谁见了面，都必须要和他报告。稍有怠慢呢，就会被他视为背叛。这样的感情让少彤很累。他曾经在室友面前表示自己已经厌倦了这段感情。他曾经多次向李向南提出过分手，但都没有成功。捋清楚这一切之后，美国警方发出了通缉令，希望有人能够提供关于李向南的线索。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并没有引渡条例，并且呢涉案人员均为中国公民，
而且目前李向南极有可能还藏匿在中国，所以最终还是要中国警方来接手这个案子。而在中国警方的不懈努力下，这起案件很快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根据中国警方的调查，李向南从美国回国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了广州。在这里，他联系了在美国认识的一名校友，为自己呢在酒店里面开了一个房间，然后等待父母的到来。几天之后，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前往了西安，至此消失无踪。李向南父母十分清楚，自己的儿子犯的是杀人罪，极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因此不愿透露儿子的下落，甚至呢还有意的遮掩。在少彤失踪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始终保持着沉默。到了现在，少彤的尸体被发现，李向南是杀人犯的消息也传回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压力也让李向南父母喘不过气。警方呢也开始做李家父母的工作，希望呢他们可以劝李向南回来。最终，李向南父母带着李向南到了警局自首。随着李向南的落网，这起案件的形成过程终于大白于天下。虽然李向南和少彤每周末呢还是出去约会，但是少彤的心已经离李向南越来越远了。2014年8月，少彤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同样来自于中国的张姓留学生，两个人互生好感，关系呢也越来越近，这让少彤更加坚定了与李向南分开的决心。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变化被李向南都看在了眼里，并且呢逐渐的演化成了对少彤的无尽恨意。9月3日，李向南给少彤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呢正在和室友吐槽的少彤没有注意到，不小心就按到了接听键。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在电话里面听到了少彤对自己的不满与抱怨，听他对室友说自己有多么不靠谱，两个人在一起有多么不合适，这些话像刀子一般刺向了他的心。挂断电话后，李向南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那条充满戾气的动态。他决定等周末两人再到旅馆约会时，当面与少彤对峙。不料面对李向南的质问，少彤直接提出了分手，这无疑进一步惹怒了李向南。在怒火的支配下，李向南强行与少彤发生关系，但是呢却遭到了少彤的强烈反抗。在这一过程中，情绪失控的李向南抓起了一旁的杠铃，疯狂地击打少彤的头部，并最终将其活活掐死。在做完这一切后，李向南冷静地处理好了现场，并将少彤装进了行李箱，匆忙离开了酒店。通过分析李向南的手机信号，警方发现当天凌晨时分，李向南曾来到过河边，应该是呢想将那个行李箱扔进河里。但也许是这条河太浅，李向南最后还是没有采取这一行动，而是将这个行李箱留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随后呢扬长而去。在那天晚上，李向南伪装成少彤，向他的父母和室友发送了短信，为自己呢争取到了1个多礼拜的时间。随即呢委托朋友购买机票回到了中国，至此消失无踪。根据李向南后来的供述，他此前已经在青海的无人区待了6个多月，之所以没有在国外流亡，而是回到中国，就是想要再看父母一眼。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案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和李向南最终的自首情节，判处了李向南无期徒刑。这一案件呢就此落下了帷幕。在这起案件中，李向南和少彤的最终结局让人唏嘘不已。两人本是相爱的情侣，却最后因爱生恨，一个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个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在这里，我想提醒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铸成大错。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总是能够过去的，没有必要因为爱情要死要活，伤人伤己。好了，朋友们，揭开世间谜案，洞察人世尘寰，我是老袁，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